江岩，和离吧，判个手印，这对你我都好。1年前，我那清纯动人的妻子柳二丫上山采药，消失无踪。1年后，她回来了，不仅改名叫柳如烟，身后还带回了5个修为强大的仙门师兄。而她开口的第一句话，竟然是要跟我彻底了断。看我的眼神满是鄙夷。柳师妹，仙凡有别，你应该知道取舍。领头的李春生神色倨傲，冷笑道：“江兄弟，如烟已是修仙之人，你不过一窝黄土，何必耽误他的长生大道？”我没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柳如烟。1年前，你说是去采药，其实是去求仙。我声音沙哑地问道。柳如烟别过头，语气平淡道：“求仙途中，我中了玉兰之毒，若非5位师兄舍身相救，以宗门秘法为我解毒，我早已步入黄泉。”舍身解毒，我心中冷笑。什么秘法？一旁的张峰一脸阴郁地接过话头，绕柱包容秘法。如烟师妹当时毒发，须得5位纯阳之身的修士与她去容交汇，方能化解。如今她已与我等5人结为道侣，共享仙缘。绕柱包容，去容交汇，好一个仙家秘法，好一个舍身相救。我看着柳如烟那张泛红且不自然的脸，只觉得荒唐到了极点。我假装若无其事接过和离书，语气平淡的连我自己都害怕。所以你回来就是为了告诉我，你成了别人的女人，还是5个人的？柳如烟随手将一个小布袋扔到桌子前，这是5枚灵石，足够你在凡间大富大贵。你我2人此后再无瓜葛。一旁的祝明远嚷道：“江大哥，拿了东西就按手印吧。柳师妹这般仙子不是你这种凡夫所能染指的。”我将那东西狠狠地丢了回去。这样的荣华富贵，我江眼不要也罢，真是不识好歹。祝明远没好气地翻个白眼。随着我按下手印，此时脑海中一道冰冷机械音响起：“天道酬勤寿元掠夺系统全面激活，检测到炼体期修士5均符合掠夺条件，当前威胁等级评估98，极高。任务奖励：灵石1000，天阶修行功法随机。系统保障机制启动，为确保宿主首次觉醒成功，将于今夜子时布下困仙阵，持续时间1时辰。提示：机会仅此一次，请宿主自行把握。”所谓仙凡有别，在你们眼里我是任人拿捏的草芥，但在我眼里，你们不过是5个行走的经验包。那天深夜，月光照着高家寨，当这5位仙长嫌弃的宿在我家客房，准备继续为柳如烟进行所谓的秘法温养时，我握着草叉，悄无声息地站在了门外。既然几位师兄这么喜欢舍身救人，那不如把你们剩下的寿元通通借给我使使吧。你这凡人怎么进来的？舍不得你这可爱动人的前妻，想再看一眼。我没说话，只是握紧了手中的草叉。这一刻，我体内的系统轰然运转。此时已到困仙阵，方圆10里之内，所有炼气期修士修为尽散，持续时间1时辰。我冷笑一声，夺妻之恨，折辱之仇，我来送各位上路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张峰惊叫起来，他突然发现怎么也提不起灵，他们引以为傲的修为，在我面前荡然无存。姓江的，看清楚，如烟早已是我的人了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来，往这儿扎！好贱的要求，就如你所愿。杀了他！他不过是区凡人，杀了他！江岩，我要你死！祝明远忍痛发难，没了灵力的他们像极了疯狗，区杂修。江家祖上可是出过剑仙的。我站在5人中心，冷冷地吐出2个字：掠夺。掠夺！掠夺！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苏古秘法额外奖。灵光瞬间没入他的眉心，那是刚刚掠夺来的燃情苏骨秘法。下一秒，柳如烟双眼迷离，原本清冷的脸庞浮现出诡异的嘲讽。这不就是玉兰之毒发作的样子吗？为什么你会？为什么我会？我的好妻子，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只是浑元宗最下三滥的控女秘术，练到深处能让你产生依赖幻觉，把施法者当成解药。我凑到他耳边，语气幽冷如鬼魅：舍身解毒。
他们是在拿你练阴阳同乐功呢。你以为你在修仙，其实你只是在被他们反复采补。江祖宗，放过我们吧！地上的祝之远等人涕泪横流，哪里还有半分仙风道骨？我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们，眼神中唯有冰冷的杀意。如烟，现在你要怎么办呢？是跪下来求我救你，还是让这帮师兄帮你舍身解毒？大爷，江祖宗！看看你选的这些仙长，现在你要怎么办呢？我不会像这几个畜生一样趁人之危，更没兴趣捡他们玩剩下的东西。香爷，二丫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这么叫你。既然你选择背叛我去跟着他们修仙，那你我之间的缘分早已结束。从今天起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奈何桥，我就当我的妻子已经死了。你走吧。我不知道你得了什么奇遇，但在这东州伤了混元宗的人难逃一死，你也早点离开。无妨，我也正要给他们算账，你不必管我。保重。幸好我来使动，把你们杀了，太便宜了。江爷，我师傅来了，就是定了。江大爷，别听这是胡说，你饶我一命，我把宝物全给你。哼，晚了，你不配和我谈条件。混元宗确实是个麻烦。丁，当前所储备寿元350年，可消耗350年寿元，直达炼气巅峰。炼气巅峰对付那帮老家伙恐怕不够用。不过商店宝物嘛，有意思。别喊了，省点力气交代后事。这是商店的宝物阴阳逆转丹，说说看你们的长老是什么修为？若敢有半点隐瞒，这颗阴阳逆转丹，我不介意让你尝一尝。师傅是混元宗的3长老，金丹中期的修为，不光他会亲临，而且会带着上百的筑基修士踏平这里。说得好，应当有赏。那这颗丹药就送给你。你让我吃了什么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香爷，我要杀了你！随你怎么想，我可不会轻易杀你。谁也别想走，都给我留下！已经过去1周了，江野，你可撑得住？此处孽物众多，要趁早离开。如烟，你那5位师兄7日前失联，他们最后是与你一斗。途中发现一处遗迹，几位师兄欲求机缘，执意前往。我修为浅薄，不敢涉险。他们现在人呢？如烟在遗迹外守了7日，师兄们仍在其中探寻，其中凶险，我便先行离去了。哼，你马上回来，我有事要问你。如烟打算历练4方，暂不回宗，烦请长老替我向师尊问安。刘如烟，赵无极似乎已经察觉，江野，你要小心了。如此荒芜之地，怎么会有护法巨兽？不好！到头来，这就是我最后的结局吗？好高的崖壁，以我现在的修为，暂时是上不去了。什么声音？哇，往这边走。你过来啦！你是谁？我就是这诸天万界最强之人，魔教教主独孤花花。当初那群伪君子杀不死我，便将我封印在此。算算日子，今天应该是封印的第2天。姐姐，你帮我解开封印，我收你做关门弟子，传你万古魔功，如何？我不会放你出来。若你真是魔教教主，天下必然大乱。不过如今我也无处可去，便留在此地陪你吧。没意思。如烟妹妹，你凑近点儿，我有个秘密要告诉你。你要做什么？这封印唯有至阴之体方能破解，而你的血恰恰就是钥匙。
你不要过来！放心，如烟妹妹，魔教基业已毁，我正缺一个继承人，让我来好好调教你吧。孽畜，快把我那5个徒儿还回来！赵长老，30天了，你才找来，动作未免太慢了些。废话少说，我那5个徒儿乃千年难遇的至阳之体，若有差池，我必将此地夷为平地。差池，他们活得可滋润了，经我手调教，他们早已成了绝佳的至阴顶光。他们现在何处？几日之前就被我用废掉了，我心善，便给他们寻了个好去处。混账！你竟敢将他们！你弟子掳我妻子来练功，我便送他们去接客。因果如此，赵长老何必动怒？我看你已有取死之心！万象混仙阵，是半步元婴的气息，怎么可能？300年寿元为引，5具至阴之体为基，哪怕只有半步元婴，对付你也绰绰有余了。若是你再晚来几日，我便是元婴修为，此子不除，后患无穷。他刚刚进入这个境界，根基不稳，我尚有一搏之力。燃烧寿命，你再烧也没有用，多说无益，受死吧！燃情苏骨秘法，各位仙长可还有印象？赵长老，好好享受。迷途，你们想要做什么？